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在毕业那一两年就是我喜欢留长头发，男生，留长头那时候警察就可以随时把你抓去，把你头发剪掉，你知道吗？那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Martial law was first imposed in Taiwan in 1949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by the ruling Kuomintang Party. By the time it was lifted 38 years later, it had become the longest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by a regime anywhere in the world at the time. Under martial law,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as authorized to deny its citizens freedom of assembly, speech, and press, while non KMT citizens were allowed to run in local elections. The formation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was prohibited, and there were allegations of election rigging by the KMT. Furthermore, the Taiwan Garrison Command, essentially a secret poli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body under the military, was authorized to suppress activities perceived as promoting communism, democracy, or Taiwanese independence, often with little regard for the rule of law. 在1978年已经发生很多事情，整个社会都开始很动荡。第一个就是联合国的决定，已经说蒋介石的代表不能再代表中国。第二，蒋介石死掉，蒋介石死掉。第三，美国即将跟台湾断绝关系，所以台湾政府继续在台北说他 claim 说代表中国。以前我觉得不大在乎了哈，我做历史教书，好好的，那个时候才感受到说，社会都大家在谈了，台湾怎么可以再代表中国？人家都不承认了。台湾的 security， 我们台湾的非洲、台湾等等开始，大家都在关这个事情。像我们从美国受一些教育的，大队都回来啊。以前差不多像很多大学教授是外省人，台湾人比较少。慢慢台湾人一个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第一个生意人，成功实验人越来越多。第三，美国跟台湾这样来来往往，出国人很多个旅游的回来就需要说人家美国怎么样？台湾为什么不可以？像美国人可以自由进进出出，台湾为什么要限制那么多？美国有2个党，台湾为什么不能有新的党啊？诸如此类的，慢慢还加上电视 media 是比较没有影响，电视影响多。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笑话，就是台湾选总统但台湾人对美国选总统比较关心，台湾选总统不关心，因为再怎么选的是蒋介石当选。但是我们每一次都看美国在选总统，大家的时候，在美国总统常换人啊，在选不一定会选谁选上。当我的故乡人来找我回去选国大，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有机会在国民大会，如果当选以后，可以在国民大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一个修改是总统的选举方法，第一个是在国民大会的看规时的那个结果的选举怎么选的这种事情。以前你知道劳立委、劳国大，你知道他们从大陆选出来在台湾，我们叫万年国会，听到没？万年国会Congress member for life 那种，他们是代表中国，不是代表台湾。蒋介石死掉以后大家比较不怕蒋经国一直希望台湾人支持他，他也一直讲说我要做改革，要 reformation 要改革我们说好要改革，我们就要求改这个那个开始谈所以我那么风吹美丽岛就讲这个一个风气起来，一个风气，这个社会大家都在谈说要戒严，不要再戒严了
国会不能再这样了，宪法那个过去了不适合现代这种台湾社会，所以这3个主张都大家慢慢到1978年1979的时候，我们就说来办一个杂志，就走的叫《美丽岛》。这个《美丽岛》杂志成立以后，我们从基隆到屏东到处都去演讲，而且那个杂志越卖越好，很多我在里面写文章跳个报纸，有做面写，主要是讲孩子智商的问题，马修洛、康成休闲的看法是这3个大家比较兴趣的问题，所以我越来越 active， 因为任何人如果牵涉到法律问题都找我，所以我说这个人权律师就这样来。这个我们要求的上面要求很多人支持，戒严的、国会的、宪法这3个议题，以前不大人敢讲，现在我们讲他很喜欢听，现在很多人赞成这个说法，国民党特别警备总部很紧张这个是我们也知道说，台湾如果这个时候如果这3个不改的话，我们是没有希望在受捕已经受不了蒋经国都死掉了蒋经国说要改革要改革的话，你要表示这3个要做你不能说戒严继续，国会继续，宪法继续，那你叫什么叫改革？蒋经国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叫革新保台，你懂吧？革新保台，他说要我们支持他，因为台湾人台独的人不希望台湾被中国统治，他说他也不要中国来，我们说 OK， 还有办法对黄梅戏，你革新保台2件事，保台 OK， 革新呢？讲国民党内部显然有他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说还是要 do something 来 adjust to the society， 还是有人主张都不行我们这种主张就是态度，态度就是叛乱就是要枪毙，他们就一直反对我们在讲什么戒严的什么讲国会讲什么宪法，如果继续讲是叛乱我们那时候写文章都公开写到的演讲，蒋总会一直要求赶快去抓人蒋经国是没有，有时候我们第1个月没有抓，第2个没有，第3个月没有抓，到第4个月开始抓了。For their involvement with Formosa magazine, Yao and 7 other activists were arrested during a demonstration commemorating Human Rights Day, held to promote and demand democracy in Taiwan. Known as the Kaohsiung 8, they were tried in a military court for treason and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ranging from 12 years to life. This event became known as the Kaohsiung Incident or the Formosa Magazine Incident. To gain deeper insight, I interviewed Cho, an activist wh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through his work as the art editor of several pro-democracy magazines, as well as a street photographer specializing in documenting protest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其实我在那个年代我在讲所有参与党外运动的人我讲说参与党外运动，其实就是每个人都会抱着一个要坐牢心态。那时候我们去党外杂志编杂，其实楼下其实都是警总人员或调查员在监控你在跟监你。大概其实就是他一种作用就是要让畏惧让你害怕。所以你在那个年代，你如果畏惧，你就不会去敢参与党外运动。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当时的报纸大概只有3大家所以当时的所有的媒体都是接受到新闻局跟警总他们的言论控制，所以当时的党外人士想要办报纸都是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戒严时期，他不允许你办报纸，办报纸也当时的电视台也只有老三台嘛，台视、华视、中视所以他也不允许你有电视台的成立所以就大概就是那个是一个资讯封闭的年代，在这么资讯的封闭的年代，党外人士他要发声管道，最后就剩下一个办杂志办杂志其实也是很大的风险杂志它是有新闻局跟警总跟调查局他们各个单位在控管你的言论控管，所以你的言论不能超过它的尺度就是你不可以诋毁元首，也不可以诋毁国家政策，也不可以骂政府官员，大概这是很多条款限制在那个年代你也不能游行所以党外人士所有的发声管道就是在党外杂志。党外杂志其实要办杂志其实很困难在办杂志，我在讲当时办杂志，它一本大概就是卖60块，就是在它也不能公开贩，不像现在说你可以在什么诚品书籍上公开贩售。在那个年代，党外杂志你没有让它不允许你公开贩售就说你可能在书报摊还有书店只要就大概只能在这几个管道销售，在这些管道上它也不能公开摆放出来不能公开的，所以很多的人想要买党外杂志，就是说你要去找到老板就认识你，所以你说这个你说这一期有没有新的一个出来，大概都要很多暗号那当时很多的杂志就是可能在这个书店放100，如果这一期很好卖，那可能要放200本，200本你一被没收，他就血本无归了，就整个杂志社就会被没收大部分他们查禁就会在书报摊查禁，还有一个是在装订厂查禁，不然就是印刷厂查禁印刷厂我记得那时候所有的警总人员，他只要查禁，他们可以拿到1本5块钱的奖金等于说你印了1万本，他如果查过你1万本，他就拿等于那个在1980年代，他可以拿到5万块的奖金呢。很多早外大概可能1个月就打了，编3期4期，那个3期4期已经算很长寿的能够到5期以上就已经算很长寿的党外杂志。大概很多党外杂志大概1期2期就被警总查禁就打了其实那个年代，其实国民党其实用很多的判断条例来压制你，或者刑法100条，他其实用很多的法条来压制台湾人民，让你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台湾人民其实就是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主打争取言论自由不叫国会全面改选，大概就是这些诉求是当时在1980年代最重要的诉求。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是在台湾还在戒严的这个状况底下，其实就已经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可能因为批评政府啦，或者是关心台湾的一些这个人权的或者说这个民主法治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以就被有的人不见了，强迫失踪，有的人被判死刑，或者是被判有期徒刑等等。其实当时其他的方面也都写了蛮多信来去，不管是向总统府施压啦，或者说去询问说为什么这样的人只是因为发表了什么言论，或是出版报纸，或者是批评政府，然后他根本也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也不是什么暴力分子，那为什么就把他关起来等等的？那甚至在美丽岛大选的时候，其实就我所知，总部还有澳洲峰会其实是有派观察员来说，那既然你说要审判。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审判，对，所以其实国际特组织会非常在意说，这到底是不是一场公正的审判？对，因为都已经看过这些个案的他被起诉的内容跟原因了，那都知道说他们其实就是良心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任何暴力，他们在捍卫的就是基本人权，就是世界人权里面所赋予每个人所应该要享有的权利。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Kaohsiung incident,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began to undergo gradual liberalization under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After his death in 1988, Vice President Lee Teng-hui succeeded him, becoming the first Taiwan-born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KMT. In 1996, Lee made history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be elected by popular vote. 7 years into his 12-year sentence,
Yao was released on parole and went on to become the second chairman of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is release coincided with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marking a pivotal moment in the islan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跟 Korea 是不一样，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非常 peaceful， 非常温和的进行。我们最强的就是 demonstration， 很多群众最多一个群众是1987年12月，我当主席那一年哈。差不多5万个人，那就是最多而已啊。可是并没有用那个什么韩国用那个什么汽油弹啊、枪啊，什么都没有，就是 demonstration speech 这样。所以台湾之所以有今天民主化，有几个条件：一个我们的经济很稳定啊，那虽然有很有钱很多穷的，但是一般来讲。这个财富还比较平均哈，大家都比较没有这个生活问题的哈，不会饿肚子啊、什么饥荒啊什么，这第一个。所以你台湾，我们需要你如果你要问我的话，说你这个国家这个经济要稳定哈，一定要有教育啊。像我们去坎波迪亚看到他们很多女孩子都不受教育的，他们很多不认识字，你印杂志他也看不懂他们坎波迪亚的民主党是一个广播电台，经常都把它拿走。所以第二个，人民的教育程度要提高。那台湾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很稳定，所以不用 violation 制度。很多人问我你们台湾怎么可能用民主方法达到今天这个目的？我说因为台湾的社会就这样，大家都包括 leader，as a leader 是个律师，我们不会主张用枪、用手榴弹、用爆炸、用恐怖方法，我们不会。你们国家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经验要告诉国外，很难 copy 过去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你不要只是做政治方面改革，你要做社会的，像经济生活做 knowledge education、information 等等。当初台湾人权促进会成立的年代。台湾还在戒严时期，我们成立于1984年。那今天7月15号刚好就是台湾解除戒严的日子。台湾是在1987年解除戒严，所以台全会是成立在国民党政府还在这个戒严统治、威权统治的年代。当时候的台湾人民是渴望去摆脱国民党的统治，然后而且对于很长时间的这个不管是228还是白色恐怖时期的系统性的人权侵害，是非常的愤怒，然后希望通过行动来平反，然后争取这个自由民主人权。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候他们是在巨大的风险下去成立人权组织。我们的创会的这个宣言，其实就有一段很重要的，就是说台全会的成立，其实就是希望这块土地上跟世界上每一个人可以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所揭示的那些基本人权。对，那我想这个就是台全会成立之初的这个很大的职责跟努力。我们有一任的会长叫黄文雄先生，那我们都叫他 Peter。那他是他在还没有当台全会会长的时候呢，他在这个
美国在留学，应该是康奈尔大学，然后他除了海外留学之外，他也参与海外的台湾独立运动，对，那所以这些海外留学生都非常心系台湾的民主人权的状况，就是 Peter 他之所以在人权史上很重要，是因为他在当时候策划了一次行动，然后他想要透过刺杀蒋经国，因为当时候蒋经国有一次访美的机会，然后他们这个行动不是那种仇恨式的政治暗杀，而是他们相信就是说这个行动如果成功，那就可以打乱台湾蒋家这个政治接班的计划，然后只要这个政治接班的计划，因为这个行动被改变，那台湾在一种政治动荡的情况底下，公民社会可能就有台湾岛内可能就有公民社会见缝插针的机会。这个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个行动，当然那个行动没有成功，然后参与者就有的流亡，然后有的去海外寻求庇护这样。那Peter流亡，他在海外流亡之后呢，就回到台湾，然后就成为台全会的会长。那他从过去那个刺蒋的行动者回到台湾，他就开始去引进这个国外的人权公约或国外的这个人权的这些重要的资讯，比方说他在台全会会长的任内呢，他去推动台湾应该要重新跟联合国人权体系有连结。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因为2758号决议文，就是我们自愿退出联合国，再加上台湾长期的戒严，所以台湾不管是公民社会还是政府，我们完全在联合国人权体系蓬勃发展之外，这样。那所以就是做一个人权组织，我们就很重要，就是要把这个国际很重要的这些人权知识带进台湾来，这样，然后以及台湾应该要建立一个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台湾应该要跟国际人权社群有更多的连接。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台全会成立于戒严前后，然后台湾逐步迈向民主化，那一直到现在，就是台湾虽然已经是亚太地区相对成熟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但台湾内部外部仍然有巨大的这个人权的威胁。不管是来自中国，还是台湾，因为国内的政党恶斗，或者是这个执政党，它基于某一些政治的考量，它比较不愿意关注处境不利的这些人权受害者。其实这个都是当下台全会面对的这个挑战，这样。那所以在这整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已经41年了。这样，那不同阶段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策略，这样。那比如说在初期，台湾不只是台全会，是整个台湾公民社会都还很脆弱，然后都还在寻求可以这个上街的空间的时候，我自己从文献看到的是，台全会早期是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当时的公民社会是大家一起集结去争取当时候重要的一些议题。那我看到的像是当时候的台湾原住民在争取还我土地运动，
或者是这个兰屿的核废料，然后跟着达悟族的这个族人去对抗这个台电的核废料，然后还有就是像当时候你会看到早期很多是原住民的人权问题，像有一个议题叫做台湾叫做雏妓，那这个雏妓其实就是来自原住民部落的未成年女性被贩卖到都市从事性工作的一个人口贩运、性剥削的议题。那当时台全会也参与在那个就是很多公民社会大家集结的那个行动里面。所以一开始早期的台湾公民社会就是不同的议题，然后大家一起团结，然后上街，然后去一起冲破这些各个领域的这个枷锁跟困境。那然后台湾在1987年解严，然后民主化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台全会就开始去处理了一些重要个案，比方说军中人权，就是台湾的军中有那些士兵被虐待致死的这个疑案，或者是司法冤案。那虽然那时候台湾已经民主化了，可是军警其实仍然沿袭了过去这个威权的遗绪，所以在警察他面对重大个案、重大命案，然后外界的破案的压力的情况底下，当时候的警察是非常容易用刑求，然后取得被告的不正自白。不正自白就是说他们在刑求逼迫底下去承认了他们没有做的事情。那在这过程里面就有很多的策略，比方说，我们试图去说服台湾的监察院，英文叫 control 院，但它其实就是类似 ombudsman， 就是一个体制内监督这个公务人员有没有违法失职的一个政府机关。那当时候有委员做成报告之后，就让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呢，他可以更审慎的来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公民社会我们就努力的让台湾重要的那些这个知名人士、艺人、作家，然后导演，非常多人，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冤案。然后积极的去法庭观察，然后拍摄纪录片，然后总之就是台全会参与在这整个冤案救援里面。那现在的台全会呢，我们整个公民社会的环境是有越来越多成熟的专题式的人权组织，对，包括也有很长期的人权组织是关注性别平等，像妇女新生基金会，或者是有那个劳工组织，就是专门在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税负制度，还有就是像劳工的权利等等的，就是有越来越多专门的人权组织，像废死联盟就专门在倡议台湾要废除死刑，对。那在这么多专业的公民社会跟专业的 NGO 底下，那台全会我们其实就花比较多时间跟资源 focus 在我们认为重要，然后但是并没有太多团体投入资源关注，或者是并不是主要的议题。所以现在台全会我们南北办11个工作人员，我们就关注像是居住权，像是数位人权，然后难民的议题，还有就是这个集会结社的权利，还有像我自己就比较关注移工跟特别是远洋工的议题，然后以及在这几个领域里面同时间去推展这个人权教育。
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所以我们作为台湾的组织，我们也很就是不忘去关注像是香港、西藏、维吾尔，甚至声援在台湾的乌克兰社群、缅甸社群跟声援巴勒斯坦、声援加沙的议题这样。那我们采取的方式，不外乎就是这个不定期的举办记者会，然后去发声，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议题会透过诉讼，就是比如说像之前台湾政府要推行这个数位身份证，那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呢，它缺少好的人权影响评估，它缺少好的这个事前的这些，比如说它到底跟中国的因素有没有关系，或者是它会不会侵害到人民的这个就是因为数位主机或大数据情况下侵害到当代人民的隐私权，所以我们就透过控告政府这个政策，它可能会侵害到人民的权利，所以我们透过告政府来做倡议，这样。那当过程中就是成功的引起不管公民社会还是政府的疑虑，然后就这个政策就目前是停摆的状态。In addition to using lawsuits to challenge government overreach, Taiwanese activists have also advanced human rights reforms by passing legislation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Yuan.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successes in this regard was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2019, an Asia-first achievement. 同志咨询热线就是我们通常都自己叫自己热线。热线是1998年成立，是台湾最早成立的全国性的同志组织。对，然后我们大概主要做4个工作。那一个是我们提供一些社群的服务给同志朋友，还有同志的家人。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做很多教育宣导的工作，对，比如说去对学校演讲，老师同学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工作者。那第三个就是做政策倡导这样子，对，那政策倡导面向就蛮多的，对，包括之前的婚姻平权，然后或者是最近台湾在讨论反歧视法这类的，然后最后一个面向的话就是我们有做一些国际交流的工作。对，因为我们这边有时候会有一些亚洲邻近国家，或者说可能甚至是所谓的欧美国家的运动伙伴会来，那甚至我们有时候也会出去。那台湾一开始有组织化的同志运动，大概是199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最早成立的同志团体还没有跟政府登记立案，但其实第一个同志团体是女同志团体。对，然后另外就是台湾有一个很资深的妇女运动团体叫做妇女性质基金会，他们在刚开始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讨论，内部有在讨论女同志议题。对，那所以性倾向这个议题其实是在早年是在妇女运动的这个讨论的养分里慢慢讨论出来的。对。那另外就是1990年代后开始有组织化的同志运动之后，包括热线，我们大概就跟这些所谓的妇女性质等妇女团体有一些，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同志团体里面也有女同志，所以他们也不少人其实也都是妇女运动的参与者。那男同志的我们在同志运动的男同志，我们也是妇女运动的算是盟友嘛，因为其实当时很多女性议题，其实同志朋友也是非常在意的。对，所以你会发，就是其实回头看，就是其实大家都互相声援。那还有一个点是，早年台湾的同志运动，其实很多运动者，就算我们要办一些公开的，举例来说记者会，或者说街头的抗议等等的，其实那个年代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公开现身。对，所以
其实反而那时候蛮多妇女运动的运动者，他们用妇女团体的身份或妇女女性主义学者的身份、大学老师的身份，其实他们比较能够用这个身份公开的声援跟支持这些议题。因为那时候很多同志朋友，就算是运动者，也不一定能够直接在记者会上露面这样子。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台湾能够成功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呢？哦，好大的问题！台湾如何可以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些因素是让？有一些，其实有一些过往有一些养分不是同志运动，不是关键，不一定是同志运动而已。对，那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明确的因素，大概是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算是发展的越来越好。那因为民主化，所以很多社会运动议题、社会议题可以被讨论，然后公民团体可以成立。那台湾的同志运动其实早年也非常依赖妇女运动的养分。对，台湾的妇女团体其实跟同志团体关系其实蛮密切的。对，那另外一个可能跟亚洲邻近国家相比，我们蛮幸运的，可能是我们有2004年过了性别平等教育法。对，所以那个通过之后，可以感觉到年轻世代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度，当然跟年长世代就蛮不一样，就越来越高。然后大家年轻世代里的同志朋友，在他们的同世代的生活里面，那个出柜的程度，然后接纳的程度，也明显比年长世代好很多。对，那其实还有一些可能也跟国际氛围有关，这不是直接的，就是2016年到19年，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些国际氛围跟其实美国是2005年过嘛，对，美国的通过其实势必有带来一些全世界的影响，我必须说，一定是有，它有一些正面的效应。那另外一个是2016年那时候台湾的立法院跟总统，16年改选，对，然后那时候整个政治氛围就有一些明显的契机，应该说有一些机会了，对。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会开始推动同性婚姻法案，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感受到这个，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形容有点像是一个浪来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氛围其实非常多人在关注这个议题。那关注不一定是非常多人支持，有可能是非常二元激烈的一个状态。那其实也是因为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就是毕安生老师他的过世，然后他也是因为他跟他的同性伴侣之间的一些就是过往也发生一些悲伤的事情。那他在2016年的时候过世，我们就也开始做了一些，比如说集结的行动。然后到2016年的12月10号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大型的音乐会，就是在讲的是我们希望生命不再逝去。对，那其实从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比如说一起上街，然后一起开始关注这些的行动，但是同时呢，反对同志婚姻的一群人，其实也在台北的街头，就是办了非常多场的游行集会，然后他们也不断的去，比如说游说立法方，然后希望可以阻挡就是任何跟同志婚姻相关的法案推进这样子。当时其实在2017年5月24号的时候，就是大法官是有解释说，同性配偶、同性伴侣应该要享有一样的婚姻的权利。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法官的解释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748解释，它其实就说明到，限期要立法相关的机关要在2年之内做修法，
那如果没有修法的话，它就会一并适用民法这样子。所以其实从2016年到2018年，尤其是2018年，我们经历了公投，就是一开始有反对方提出的关于同志婚姻不要入我们的民法，然后跟性别平等教育不得教性别平等教育这样子，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子的公投案，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对立就是相对的案子，但是到那一年公投的结果，其实就结果论来说，我们是惨败的。对，就是当时大概是7-3的这样子的数据，就是有70%的人是反对多元性别相关的议题的，然后大概3-4%的人是支持的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我觉得对于同志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事件。就是当时其实，在公投结束之后，也发生了非常多，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就联络不到了，就是我们可能一直协助我们的志工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对那个时候的同志社群来说，有点像是我走在路上，我知道有70%的人都在反对我，或者是否认我的存在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做了非常多跟立法者，就是立法委员很多的倡议游说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跟行政院。他们也会负责草拟一个行政院版本的，就是跟同志专法相关的草案这样子。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游说跟沟通，在讲的是如何让专法定的，它跟异性恋的权益是最相近的，然后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专法的关系。他的这个关系的定义视同结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当时也会有其他反对同志婚姻的立法委员，他可能也会提出一个版本，但是这个版本他可能在权益上有非常大的落差，或者是他其实不让这一个同志专法的效益等同于民法的婚姻，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会号召非常多的志工，然后跟我们一起做法案版本的比较，然后去拜会立委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版本是最好的，然后哪一个版本是我们觉得对我们权益其实落差最大，或者是它根本没办法符合就是保障同志婚姻的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到2019年，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蛮压线的，就是因为5月24号前一定要通过嘛，所以到5月24号之前，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比如说法案3读通过之后，需要有一段时间。然后比如说有点像是总统批准，然后多久之后会正式生效，所以再往前最近的一个立法院的会期，其实就是5月14号跟5月17号，所以那个时候5月14号的时候，立法院就办了，就是他们就进行了党团的协商，然后5月17号的时候进行了投票。所以在5月17号的前一天晚上，或者是甚至投票的前一刻，我们其实还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我们跟政治氛围，其实我们也不确定到底会不会通过，我们希望那个最有保障的版本这样子。然后是到开始投票的那一刻，然后开始看到那个
板上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立法院外面其实有做集会跟做议事的投影，那就看到同意的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有希望的这样子。对，2018年在公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最多的不舍，或者是说是痛苦吗？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一起去上街的时候，一起去街上去宣传、去演讲、去对话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学生跟我们站在一起，然后这些学生他们都没有投票权，然后我其实那时候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庞大的无力感，然后那个无力感是我很想要做些什么，可是我没有权利，然后所以我站在这里，我拜托你们这些大人们帮我做些什么，然后去展现你们真的看见我，愿意为我发声。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只是包含这些没有投票的青年学生，其实也包含了一些在更早以前就离开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过往的运动者们。然后我觉得确实在推动的时候，我很常想起提早就离开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多元性别的朋友。然后我很常在思考的是，哦，对，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挫败，然后这件事情很伤心，或者是对于这些学生们来说，好像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子，这么的无力。但是到了2019年5月17号法案通过的那一天，我觉得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是一开始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还下着雨，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厌世，想说游行就是集会还下雨，这样大家怎么会来？然后没有人来怎么办？这样子，然后而且又下雨，然后又要很早起来工作这样子，然后但是真的到现场，你看到越来越多人，就是即使是下雨天，然后集结到现场，然后大家穿着雨衣，然后有些人在现场发玫瑰花，然后到法案开始投票，到关键的条文通过的那一刻，就是突然云就散了，然后太阳就出来了，然后彩虹就出现了，然后那一刻，就是我觉得每次回想起来是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会非常的庆幸自己站在这个历史的片刻，然后我在这里，然后我想起过往非常多的辛苦，或者是想起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投票的人们，然后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说，我们真的做到了，然后如果你在的话，我希望你看到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然后我们做了一件很棒的事。然后到后来这几年，我们陆续推动了不同的法案，然后到去年我去参加我自己朋友的同志配偶的婚礼，然后他们过往也是一起在街头上面，就是我们也是因为在街头上面认识的朋友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哇，从那个时候，然后我们经历了公投，然后法案的通过，到现在我真的看到这个制度在你们身上发生，然后你们结婚了，然后我成为了证人之一，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在2019年同性婚姻通过，然后今年是2025了嘛，那所以我们已经满6年了。那后来陆陆续续有修法的、修成功的内容，大概就是已婚的同性伴侣可以共同收养，然后绝大多数的跨国的同性伴侣可以在台湾登记结婚，就是一方是台湾人，另外一方是外国人嘛。那目前只有另外一方如果是中国人，台湾人跟中国人的同性伴侣，目前没办法直接在台湾登记同性婚姻，他必须到第3个国家登记，取得那边的第3国登记之后才回来。但其他国家都过了这样子。那然后另外你说就是哪些还在努力跟倡议的？台湾的同志团体这几年比较明确有一些关于法律政策的部分，一个大概就是行政院有在推，有在拟定一个比较是综合性的反歧视法，或他们的词叫平等法。那这个里面这个还没过，然后里面关于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的歧视，这是蛮关键要讨论的话题，因为其实反同团体蛮阻挡这个的，这样对。然后另外，台湾的员工生殖，台湾员工生殖法目前，台湾的员工生殖技术目前只能让已婚的异性夫妻使用，所以已婚的女同志伴侣跟单身女性现在是无法使用在国内使用人工生殖的。那这个也是有在讨论要修法。台湾目前，老实说，我觉得变更性别这件事情是目前法律讨论蛮久，但一直还没变动。目前台湾性别变更的规定是要拿到2个精神科的证明，精神科医生的证明，然后再去动性别转换手术，才能去换台湾的身份证上的性别来。所以很多跨性别朋友就会遇到大大小小事啊，从求职很困难，然后我们协会有办很多跨性别朋友的支持活动，也会听到他们很多求职碰壁，我不容易找工作，求学的时候，服装仪容的服装的规定，我们制服是很男女的，对，然后在学校里不敢去上厕所，对，因为他可能想要去上自己跟符合自己性别认同的厕所，但是他都不敢进去。那除了合法的权利以外，那你觉得台湾现在这些多元性别族群，还有哪一些是需要改善、需要帮助，或者他们面对了哪一些大的挑战是不能用法律来去解决的吗？其实我觉得法律只能让大家有权利跟保障，但当你要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势必就会遇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在台湾的同志朋友最明显的压力，或人生最大的课题，还是跟父母的关系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因为很明显的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同志朋友有登记结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登记结婚之后不一定有办婚宴。对，那因为婚宴在台湾的一般日常里面，它就是。其实他考验父母，就等于你要让父母要考量，我要让谁知道家族里亲朋好友谁知道我的小孩是同志，而且我还要办婚宴，所以就变得是他会挑战，或是也变得是父母要去面对说，他如何在家族亲朋好友前出柜，说我的孩子是个跟同性在一起的人。对，那另外。我也有不少同志朋友，虽然登记结婚了，但他在职场上没出柜，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去申请公司里的什么婚假啊、结婚补助啊这些。我们还是蛮常会说，就是虽然法案的通过，它可以带领整个社会的进步跟改变，可是很多的社会歧视，它当然不会是一夕之间，就是法案通过了，然后就没有
任何的歧视或者是排挤或者是刻板印象的存在。对，所以台湾社会我觉得，还是会有非常多的，不理解或者是歧视偏见的状况。然后像我们在做职场的这个专案的时候，我们也会询问到说，哎，那你觉得职场你现在所处的职场中是一个可以让你安心，比如说，你会觉得出柜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是安全的吗？你是可以安全出柜的吗？或者是你在这个职场的生活中，你会感觉到性别的身份这件事情是可以自在的吗？或者是你可以自由的去做，比如说你的性别展现，或者是你的服装的穿搭是符合你的，比如说你觉得舒适的，还是它其实有非常多性别刻板的要求，在职场的环境，甚至在教育的环境中持续存在的。2019年同志婚姻的这个转法通过到现在，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有在做，就是社会态度的调查，询问大家就是对于同志婚姻这件事情的支持度，然后一直到今年，其实对于同志婚姻的支持度大概也都已经有到60%了，60%多。然后，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这几年间，其实大家社会态度对于就是同志婚姻的这件事情的转变，其实是一直在支持度一直在增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推动政治倡议的时候，也不断的会说，如果政府跟法律它其实愿意带领人民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其实法律的订定它可以很重要的支持或稳固一些进步法案的推动，或者是社会态度的转变。我们其中有个推动的专案，其实在关于的是政治中的多元性别，因为在台湾，比如说，你要说多元性别的比例，其实很难，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去计算的一个比例，但是在比如说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可能多元性别者的比例大概，比如说3%到10%好了。那如果我们保守估计个5%，但是我们在政治的这个场域中，比如说我们有1万多个这样子民选的政治职位，可是其实真正在现阶段，就是在现在这一届里面，真正出柜的多元性别者，可能只有2到3位，或者是3到10位，其实是比例非常少的，所以几乎是比如说0.01%，跟我们所认知的多元性别者在这个社会中代表性，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落差的。台湾的立法委员的组成，我记得性别比算是还不错。对，就是我记得可能没有到一半，但我记得女性应该有40%吧，如果没记错数字的话，对，算是应该在亚洲算前段班。对，那然后目前台湾立法院里面其实有公开出柜的立委，同志身份的立委，我记得是2位，对，然后都是女性这样子，对。那有一位其实应该是去年才出柜的，对。那当然你说比例上可能还没那么多，对。然后不过除了同志身份的立委之外的话，其实的确台湾的立法院里面有一些立委是比较在意或关心性别议题或进步议题的，所以的确有一些异性恋，虽然他是异性恋的男或女，但是他的确也蛮支持同志权益的。这样的立委在台湾的立法院里面其实有一定的人数，这样子。那现在我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同性恋朋友，他知道我要来之后，希望我能来问你们的。
就是对你自己来说，从你开始参加不管是婚姻平权还是其他的多元性别人权的运动以来，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是让你觉得说，我有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真的是太好了，我很高兴我坚持了下来。马上想到的，真的就是跟婚姻平权有关的，对，就是同婚通过之后，身边一些交往非常久，然后有些同性伴侣的朋友们去登记结婚，然后有去参加他们的登记，或者是去参加他们的婚宴，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在那几年推的那件事情真的蛮有意义的，因为我身边很多那些朋友，其实他们登记结婚不是为了什么浪漫的爱情，很多是为了大家年纪都到40、50甚至50几岁以上，所以大家是为了那个人生后面的生病啊、医疗啊、遗嘱啊那些事情，比较是务实的那些需求。但你会觉得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些朋友可以顺利的结婚，然后有得到这些保障啊，我是觉得这才是我马上想到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觉得很有意义的，大概就是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但是是一种明显的变化，就是从我来这边开始对国高中生演讲，听到国高中年纪的同志学生，在我刚成为工作人员的时候，听到他们的处境，然后身边同学们认识同志朋友的状况比例都不多。到现在，我去国高中生班级、学校里对一般的同学演讲，大概几乎所有人都至少认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同学，然后可能班上可能甚至还有同学过得还不错。对，我就会感觉就是我们台湾社会真的有在进步。就是你会看得到年轻的孩子们，就是至少，对啊，不会像我这个时代过那么辛苦。对。然后，对啊，然后我自己国高中的时候，高中时期我甚至都很难想象台湾，在我有生之年啊，老实说，我高中时期，我今年43岁，所以我高中时期已经是25、26年前以上。我那个时候我根本很难想象台湾社会在我有生之年竟然可以有同性婚姻，对，就是我其实没有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时间拉长来看，其实蛮多令人感动跟觉得就是蛮有意义的事。Despite making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LGBTQ rights over the past decade, certain communities in Taiwan, such as the island's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main marginalized in society.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I talked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 to discuss potential improvements to the nation's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您刚刚提到的原住民族，其实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不利处境者哦。那原住民族应该是台湾这块土地最早的住民，但是面对不同的外来殖民哦，那当然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对原住民族而言也是外来的殖民这样，然后就是原住民族的这个权利的剥削或者是侵害，其实是既深且广这样。他们虽然同时间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民，可是就是说因为台湾目前是汉人政府，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是汉人政府，然后其实不管是开发或者是就是透过各种的教育，还有各种的方式，其实是大量的在我会觉得对原住民族是一种
深刻的同化的一种政策，这样。所以很多的这个台湾的原住民族的这个 NGO，不管是原策会或者是原住民族青年阵线，然后甚至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叫做平埔原住民，他们也是原住民，但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非山区，所以大量的就是跟汉人社会就是生活在一起这样。然后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对原住民的身份又非常的外来观念。我们在制度上把原住民分成平原跟山原，平地跟山原，平地原住民跟山地原住民，然后有不同的选举方式，然后所以这一群原住民他们是这几年透过大法官解释，才终于被承认他们也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立法院正在讨论这个他们的身份法。这样，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呢，是大量的不重视以原住民为主体的整个世界观，然后他们的传统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认同，就是大量的去透过非常细致的方式剥夺。那再来。我想要谈的是那个身心障碍者。台湾的身心障碍者，其实虽然我们也开始去倡议身心障碍权利公约 CRPD， 然后或者是本来就有很多身心障碍权利的法制，可是长期以来这些所谓关心身心障碍人士是从一种我们说叫这种福利模式或保护模式，是把障碍者视为客体的一种恩惠式的保护，他并没有把障碍者视为一个主体，然后从一个人性尊严的角度，然后来将整个台湾的基础建设打造成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然后所以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是近几年才开始由障碍者主题，不断的从无障碍空间，然后或者是那个叫做自立生活，他们希望可以透过环境制度的改善，然后障碍者可以跟一般人一样，他可以有选择想要生活在哪里，去哪里工作，然后他可以去旅游，可以来像我们一样当 NGO， 就是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这所谓自立生活运动就有赖政府公民社会有大量的改革、大量的改变才有可能实现这样。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身心障碍者在台湾，仍然面对到很多的困境，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交通上，或者是在资讯的可及性，其实都面临系统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另外讲那个 mental health， 就是心智障碍者，因为台湾发生好几个。因为我们叫思觉失调的患者，因为没有被社会安全网接住，他们没有稳定用药，所以有几个台湾重大的命案是这些心智障碍者、思觉失调患者，出现幻听幻觉，所以就随机的杀害了，就是随机的犯下了重大命案。那
所以他们连带的也会受到巨大的社会的歧视跟排除。对，所以台湾的司法或者是台湾政府，经常很容易用，就是说，当台湾主流社会不喜欢哪些人的状况底下，就让他们排除。所以，要么就是帮他们强制送医，要么就是台湾政府要建所谓的司法精神病院，然后要将这些视觉失调患者永久的关在里面，这样。While progress must be made in address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within Taiwan, another set of challenges emerges when we look beyond citizenship. Foreign workers and refugees, many of whom lack the same legal protections and social recognition, face a different yet equally pressing set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难民相关的这个认定的法律跟标准嘛，所以你会看到说，那这些人，他其实来到台湾之后，就是他可能也没有被遣返，可是他在这边他是完全没办法获得任何的权利，他什么样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他也不能工作，他也不会有健保，那什么都没有。对，所以等于是他在整个社会里面就是一个被罚的状态。那你也不去透过一个正式的审查程序去确认说到底他符不符合难民的标准。因为如果你去确认说，哦好，你符合，照理说你符合，你就应该要给他基本的相关的权利嘛。可是他这件事情他也不做，然后就会导致他们一直处在一个有点像是一个非法黑户，真的是一个非人的状态。所以等于是在整个国家的人权保障和这些所有的体系里面，他们是完全被排除的，他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政府的权利保障，对啊。那移工的话，特别是刚刚提到的远洋渔业的移工跟家庭看护工，女性的家庭看护工，特别是两个族群面对的状况也是比较，就是比较常被提及的嘛，就是说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劳基法上面跟本国的劳工一样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所以一样他在法律上面被排除，所以他不会有基本工资。那你说他可不可以周休2日？然后他今天怀孕的时候，如果他这个被雇主要求要回家等等这些东西，他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的就是很顺畅的一个申诉的管道跟机制？然后他的护照会不会被扣押？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对，可是正因为他在法律上面被排除保障，所以很多的一些权益保障其实都奠基在他们跟雇主之间签的这个契约上面。那这个契约，就是当然照理说这个契约的签订，它也应该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对。可是你会看到说，的确啊，可能当他没有，就是他契约是可以很明确，他可以不需要符合我们所规定的最低的基本工资的。然后再来是说，他可能也可以去跟这个当事人去议定说，那你既然你在我家，是不是就是应该就是他到底可不可以周休2日这件事情，它就变成是一个跟雇主之间私人的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协议过程，所以就变得有点是雇主愿意给你放假，你才可以放假。特别是远洋渔业的移工，并不是所有的移工都这样，但远洋渔业的移工，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境外聘雇的，还有这个家庭看护工，那这两个族群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的。那他们就是用这个就业服务法去规范。那就业服务法其实也变成是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回归到你私人的劳动契约里面去做规范，它其实没有要去干涉太多的事情。那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有很多一些原本我们认定说它应该是要被保障的一些基本权利，其实好像就没有办法这么明确的被落实或是被保障，所以很多时候会变成是说，这个一个移工他可不可以周休2日，他可不可以甚至还可不可以组工会，
甚至他可不可以比如说像远洋渔业他们很多人在争取说，我可不可以在这么长时间我在海外在船上的这段时间，我想要有对外通讯的权利，我可不可以要求雇主在船上安装 WiFi 的这样的功能，让我的手机是可以连上网的？对啊，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变得是非常仰赖于雇主本身的仁慈跟他自己的决定，因为这个法律上面并没有强制的去规范，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导致说，今天好，那你遇到一个好的雇主，可能就比较幸运一点。但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是很好的雇主，那可能你就会很容易去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对，因为台湾的移工政策是客工制度，然后他们来台湾之前就已经选定好是哪一种工作跟在哪一个雇主下工作。一旦他们面对到一个比较不好的老板，然后甚至几乎是女性的家庭看护工，他们是24小时在雇主家中来照顾那些长辈，所以这些女性移工都面临在家中很高的这个性剥削跟性侵害、性骚扰的风险。所以很多的移工在面对这种状况底下，要么就是申诉，但如果申诉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原来的工作。那这时候他们就会变成illegal， 就是一个或者叫 undocumented， 就是他们就成为一个非法的状况。可是他们也并不是，他们不是 crime， 他们不是违反刑事犯罪，他们就成为所谓台湾所谓的逃跑移工。这个数字目前已经9万多人这样，然后台湾社会就会视他们为非法的在台的外国人，那他们就会面对很大的这个歧视。可是这群移工，他们仍然在有长照需求，或者是在台湾的农村去提供他们的劳动力，因为他们就是为了生存，在台湾付出他们的劳动力。可是台湾政府并没有用相应的这个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保障来保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像这礼拜今天是7月15号嘛，7月13号 CNN 就有一份有揭露了3个远洋渔工在海上受伤或死亡，然后被欠薪，但就是台湾政府都没有好好处理的个案。然后他就说台湾自诩为是自由的国家，可是却容许远洋渔业里面有这些强迫劳动的状况，这样就会看到台湾的外籍移工，特别是家庭看护工跟远洋渔工，是被排除在这个劳基法的保障之外，所以他们工时、他们的薪资都没有就是符合一个尊严劳动的这个保障。那远洋渔工甚至因为在海上苦力，所以非常非常接近那个现代奴隶的状况。对，那他们都是在为了生存的不得已选择了这个远离家人，然后跨国的工作，因为他们母国的工作生存的机会更少，所以他们就被迫在这种跨国移动里面选择来到台湾。那台湾政府其实是有能力来改善他们劳动状况的，这样，但是就是因为政府的失职，或者是它的政策有问题，甚至偏袒台湾的这些海鲜渔业的业者，所以就是非常容易牺牲这些非台湾公民。
After exploring these domestic challenges, I turned to Taiwan's position on the global stage. Man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rameworks, such as ICERD and the Paris Principles, set important standards for protecting fundamental rights. Yet, Taiwan's unique and complex international status, including its exclusion from numerous global organizations, raises a critical question. How does this isolation affect Taiwan'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greements? 确实，在275号决议文的状况，底下还有就是中国政府，它非常强大的去影响国际社会或者是跟它友好的这些国家，甚至我想您也知道，中国它深刻的渗透在联合国里面，这样，然后试图要改变联合国的一些语言，所以台湾政府确实在这个状况底下面临很多的困境，这样，但这几年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对抗。然后这个俄乌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巨大的变局，然后国际社会也看到台湾台海的重大的战争威胁，然后以及看到台湾不管是美中对抗重要的这个的角色，或者是像台积电，就是这种。经济或者是科技上面重要的角色，所以这几年我们有感受到台湾政府或者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好像有了一些改变的可能性，比方说非常多国家的议会，他们都重新去讨论275号决议文的内涵，然后甚至很多。国家政府都支持台湾重返各种的国际的组织，像是 WHO 或者是甚至开始在讨论台湾有没有可能回到 UN 等等的，这些都慢慢在讨论，但现实就是台湾还不行，所以我们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台湾政府或我们的外交部目前在很多状况底下仍然是非常保守，或者是碍于国际现实很难有发挥的空间、施展的空间。当然，可能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可能有突破的可能性这样。但是台湾的公民社会是一直以来都很活跃的，就是台湾的 NGO，是因为跟很多国际社群有很多的连结，所以我们就是说是台湾的 NGO 在国际上是先于台湾政府，是可以连接到很多国际的组织，所以像台全会，我们也参与了像区域的 Forum Asia， 或者是全球性的 FIDH 这种国际人权联盟，然后我们透过这些国际组织，仍然有管道可以在联合国去对一些人权议题发声。By the end of my interviews, it became clear to me that Taiwan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fully realize its humanitarian ideals. But thankfully, the island appears to be head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with passionate activists continuously pushing for meaningful change. And all of today's activism efforts have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original trailblazers who relentlessly fought for a true and fair democracy on this island. 除了人权以外，民主治理方面，你也觉得台湾有什么其他需要做出变动的地方吗？还是您主要的目标都已经达成了？台湾现在其实就是已经进入两党竞争的年代了哈，大概就是民党也执政了十几年了哈，快要将近10年哈，所以再加上陈水扁已经10几年哈，
就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正常化了，就是两党就是你做不好你就下来，好，大概就是由台湾人去选择。我觉得，所以民主化就是对台湾人现在状况是最好的，是明白的，对。听去着